春花秋月何时了？往事知多少？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春花秋月何时了？往事知多少？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高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我家在那边，我走了，再见。我们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会走，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姨儿，妻女。恰似一江春水姨儿，那你以后会做一个好皇上吗？我会的。姨儿，姨儿。皇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等等，不愧是戏班子的招牌，声音犹如天籁，唱的如泣如诉，让人不由得要流泪啊。皇上，你可知道他唱的是什么词曲？虞美人。词是什么人做的？南唐亡国皇帝写的词。今日花好月圆，我们大家难得出宫，正是好兴致。你为何要唱这首亡国皇帝悲愤哀怨的曲子，扫了大家的兴致？民女是一个歌女，只想将最拿手的献给太后皇上助兴。民女不敢冒犯太后皇上。大胆，竟敢演唱亡国之君的词曲，扫了太后和皇上的雅兴，拖下去，乱棍打死！是。等等。母后，他叫周儿，是孩儿儿时在乡下的玩伴。孩儿认的第一个字就是他教的。他和他的爷爷有恩于我，孩儿想替他求情，求母后原谅他。
托怀，奴才在。让他们都退下吧。是。你们都退下。是。皇上，你还跪着做什么？来，快起来吧。母后，孩儿想将周儿带进宫去，一同聊聊儿时的趣事，希望母后答应孩儿。周儿，真的不敢相信是你。我也不敢相信呢。皇上，青女姐姐，我可一眼就认出你们俩了。别叫我皇上，跟小时候一样，叫我义儿。不一样，你现在是皇上。周儿，这里没有外人，咱们还和小时候一样，叫义儿。她叫蓉儿，是自己人。周儿，你为什么会在京城？为什么会在戏班子？你爷爷呢？爷爷前些年生病去世了，戏班子的师傅是爷爷生前的好友，他收留了我，我是跟着戏班子到的京城。这些年你受了不少罪吧？义儿，青女姐姐，你们过得好吗？总是在梦中梦见你，特别怀念小时候的日子。真的？我还以为你们进了宫就把我给忘了呢。我也总是梦到你们。义儿，你还记得吗？你还许诺过要娶我和青女姐姐当媳妇儿呢。我当然记得。那时候不知道你的身份，咱们什么都不懂，也不知道害羞，什么都敢说。我们再也回不到以前的那些日子了。这个周儿不但唱得好，长得也好，不卑不亢，落落大方，一点不像民间人家的女儿。妹妹真是好眼力，她并非是一般人家的女儿，她的祖上是钱塘皇上的老师，也曾经是呼风唤雨的人物。姐姐是怎么找到这个女孩子的？一个太后大海捞针都不是难事，何况是找个活人呢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看来皇上还是对这个女孩子念念不忘。两小无猜，世间最美好的回忆，谁能忘怀？姐姐，你说皇上会选这个女孩子吗？打心眼里，他肯定是喜欢周儿的。这次哀家让他们相遇，就是想知道皇上他心里是怎么想的。他到底是想要江山，还是想要美人？听说最近朝廷上有人议论，让姐姐归正于皇上。皇上的羽翼日益丰满，归正是迟早的事情。但是归了正之后，咱们还得让皇上听咱们的，要不然咱们姐妹俩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？姐姐说的是，张德林的女儿，王延龄的孙女，无论是谁入主中宫，都不是哀家想要的。哀家现在倒是希望，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。朕睡不着，真没想到能和周儿重逢，朕高兴，朕多少年都没这么高兴了。皇上，你想说什么？皇上，您第一次出宫就遇见周儿姑娘，您不觉得太巧合了吗？什么意思？臣只是觉得，您和周儿姑娘的重逢像是有人安排的。你是说太后？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还有，她怎么知道我和周儿曾经相识？臣也说不清楚，臣只是觉得巧得可疑。姐姐，你困吗？不困。我也不困。
我太兴奋了，想不到会睡在皇宫里，还跟公主睡在一张床上。周儿，我不是公主，我只是太妃娘娘身边的一个贴身丫鬟。姐姐在说笑吧？我没有说笑，我和叶儿不是亲生姐弟。我娘是奶娘，我和她只是同吃异母乳长大。那当今太后是叶儿的亲娘？不是。那叶儿的亲娘？周儿，这里是皇宫，不比在外面，说话一定要小心，不知道的就不要问，不然会惹大祸的。姐姐，你和叶儿这些年在宫里开心吗？你知道这么多年，我们在宫里见过的最多的是什么吗？死人。我们眼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的死去。你还记得我们在乡下喊爹的那个人吗？他是叶儿的侍卫，晚上还活得好好的，白天人就没了。我和叶儿能活到今天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可叶儿是皇上啊。叶儿是皇上，那只是个摆设。他是一个连自己的事情都做不了主的皇上。嫂嫂，那个夫人又在烧香拜佛，屋子里的香烟把眼睛都熏得睁不开了。她把咱们的上房当成佛堂了。她还说，今天是斋日，咱们全家都得吃素。哎呦，闲出毛病了吧？我看他。嫂嫂端我，你们怎么能干下人干的活啊？我们家没有上人下人，只有人。哎，你们干这些成何体统啊？这样不但丢了朝廷的颜面，还丢了包拯的颜面。哎，夫人，你这话说的有问题。我们不偷不抢，不贪不占，我们自己干活养活自己。那您说我们应该干什么？难不成每天吃斋念佛？那你们干这些活，包拯知道吗？他闲的时候可天天跟我们抢着干呢。这儿比较脏，您还是回屋待着吧。啊，我在屋里待得闷得慌，我还是出去走走吧。哎，夫人，您不可以出去。三黑说了，不能让别人知道您住在这儿。不怕，端县没有人认识我。哎，夫人，您不能出去。嫂嫂，我是憋得难受啊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您就在这儿溜达溜达，要不然，您跟我们一起干活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不知道，三黑也不让我知道。我这都是为了您好，您不能出去。您不能出去。啊，包拯，你回来的正好。包拯，你到底想到办法了吗？什么时候才能让我们母子相认？夫人，这事不能着急，要等到时机成熟。何时时机成熟？包拯，我要是能安下心来，就不会跑到端县来找你。现在能证明我身份的，只有陈林公公会替我说话。可是他年事已高，再有个什么3长2短的，我的身份就更说不清了。我装疯卖傻等了这么多年，难道还让我等一辈子吗？夫人，皇上已经长大成人，可是仍然当家不做主。现在首要是要让太后归正，让皇上成为真正的皇上。只有皇上当家做主，才是你们母子相认的时机。这个您应该明白。
知道本相为何找你吗？王大人是不是听到了什么？我听到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太后听到了什么，让太后归正天子。是你在下面挑头议论的吧？是。太后的耳目已经传到宫里了。王大人，学生就怕太后听不到，太后自己退位，比被逼迫更有颜面。幼稚！你以为几个人私下几句议论，太后就真能把皇位让给皇上吗？这只会让太后和你结怨，甚至遭到暗算。王大人，请您过目。什么？让太后撤帘归正的奏折。先帝病重之时，当今皇上年幼，先帝留下遗诏，让太后替幼主暂且代理皇权。如今皇上已经长大了，太后还垂帘听政，这岂不是将暂且变成了永久？那这大宋江山以后是姓赵，还是姓刘？范仲淹，就凭这道奏折，就能让暂且不变永久，就能让江山回到赵家的手里？自不量力！凭学生一个人的力量，不能。加上本相也不能。你，王大人，你是在明哲保身。本相就是在明哲保身。你别忘了，你是我举荐的官，本相不想因此受到连累。权力现在是在太后手里，但名义上还是赵家的。本相如果保不住自己，那么江山恐怕真的就易主了。本相现在辅佐的是小皇上，本相比你还着急。你知道本相想的是什么吗？本相想的是皇上如何能把权力平安地接过来，你懂吗？呀！庸儿，你的功夫超过爹了。青出于蓝胜于蓝，您说的。爹，孩儿胜了，您不高兴吗？爹也不知道该高兴还是不高兴。你和蓉儿小的时候，爹盼着你们长大。你们真的长大了，爹心里又发慌。人胆量小了，是因为变老了吗？你想说什么？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，天下就没有爹害怕的事情。那个时候我们觉得，我们的爹是天下最厉害的爹。接着说。您现在被那个女人打败了，您怕她，您不但将蓉儿放在她的身边当人质，还把自己的亲生女儿送进皇宫，给那个不像个男人的皇上做妻妾，用联姻来巴结他们。庸儿，你虽然人长大了，但是脑子还没有，你将来就会输在这儿。少爷，老爷怎么生气了？老爷觉得他自己老了。娘娘，皇上身边的蓉儿公子求见。子荣拜见太妃娘娘。免礼了。蓉儿，你是来叫人的吧？是娘娘。皇上差子荣来请周姑娘。皇上真是心急，哀家还想听周儿再唱一曲呢。算了，青女，你陪周儿姑娘过去吧。娘娘，
皇上只差子荣请周姑娘一人过去。周姑娘，有件事情我想问你。什么事情啊？你和皇上小时候的事情，你跟别人说过吗？没有，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。你再想想。那宫里是怎么找到你们戏班子的？我们戏班在开封城唱的有名儿，城里的达官贵人都找我们去唱戏。宫里怎么找到我们的？就要去问我们的班主了。我只是个唱曲儿的，班主说让我们去哪儿唱，我们就去哪儿。那你事先知道是给皇上和太后唱的？嗯，知道。班主说太后、皇上要听我们唱戏，让我们一定卖力的唱，不能出任何差错。张公子，你问这些做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我只是好奇而已。周姑娘，走吧，皇上还在等你呢。嗯。皇上，周儿姑娘来了，快让她进来。依儿，你们退下吧。是。民女给皇上请安。昨晚睡得好吗？一夜未睡，想不到这辈子会睡在宫里，觉得好像是在做梦。能遇见你，我也感觉自己好像在做梦。你喜欢皇宫吗？皇宫比我想象的还要大，还要气派。依儿，你怎么了？我不喜欢皇宫，也不想做皇上。我在这儿一点都不开心，总是想起咱们在乡下的日子。依儿，你们的事情，青女姐姐跟我说了。小时候在乡下，先皇派人来接你回宫的时候，才知道你的身份。我爷爷说你真不幸，生错了人家。我一直不懂为什么，现在终于明白了。我心里的苦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依儿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。这些兴许都是上天有意安排好的。天下千千万万的人，为什么非要降大任于我？不公平！我没有这个能耐，也受不了这份折磨。我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过开开心心的日子。依儿，你久在宫里，早已不食人间烟火，人世间的日子并不快乐。为什么？天灾人祸，恶人当道，到处都是不公。民间的苦难，一时半会儿也跟你说不清楚。依儿，天下的人千千万万，可你生来就是天子，我生来就是没落的公主，这是命，愿意不愿意都由不了我们。我呢，能做的就是当一个好歌女。你能做的就是当一个好皇上。
上加油！皇上加油！在皇上那儿呢。这边，给我。真厉害呀！进了！进了！看了。毅儿，这2天开心吗？孩儿开心。这些年，很少看到皇上开心了。也不能光顾着开心呀。皇上的婚事，皇上你可得早点拿个主意。孩儿知道了。毅儿，王大人的孙女，张大人的女儿，你都见到了，给娘娘说说，你更中意哪一个呀？这儿没有外人，你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。孩儿也不知道怎么办，还请母后和小娘娘帮孩儿拿主意。皇上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我们喜欢的未必是你喜欢的，这个主意啊，还得你自己拿。毅儿，不要左右为难，喜欢哪个就是哪个，其他的事情你大娘娘会为你做主的。孩儿喜欢周儿。你说谁？你大声说。孩儿喜欢周儿，打小就喜欢。周儿和孩儿青梅竹马，在皇宫，孩儿还时常念及她，还经常梦到她。这次见到周儿，是越发的喜欢她。皇上，哀家是让你在宰相的孙女和枢密使家的女儿当中挑选一位入主中宫，我看你是南辕北辙了。孩儿是真心喜欢周儿。菊花开，菊花残。塞雁高飞人未还，一帘风月闲。周儿，还记得这首诗吗？《长相思》，是你教我的，你是我第一个先生。你不提醒，我差点都忘了。我爷爷是前朝皇帝的先生，我呢是现今皇帝的先生，还不快给先生行礼？先生好。青女，你怎么脸色看起来不大好？是生病了吗？没什么。青女，你和皇上小时候在乡下的事情，太后娘娘知道吗？我从来都不敢和太后多说一句话。那太妃娘娘知道吗？跟太妃娘娘讲过。有一次，太妃娘娘问我们小时候在乡下的事情，我就告诉她了。皇上和周儿的事情，太妃娘娘也知道。我都跟太妃娘娘讲了。怎么了，蓉儿？你怎么突然这么问？啊，没什么，我只是好奇而已。青女，有些事情，以后我再告诉你。周儿，这些年难过的时候，总会想起你。想起你就想起这首诗。小的时候虽然熟背了它，但不理解它的意思。这些年，应景生情，
才知道这首诗有多么好。前朝皇上能写出这样的诗，真是了不起。依儿，你说的不对。一国的皇上，不是要让天下人赞美他的诗赋，要让天下人赞颂他的功德。要是能让子民安居乐业，让臣民过上好日子，那才是了不起的皇上。周儿，你也了不起。我爷爷说的，是他了不起。依儿，你要做一个了不起的皇上。这句话是我说的。学生知道了。周儿，我要大婚了。我知道，青女姐姐跟我说了，2个朝廷重臣家的女儿。太后让你选一个最喜欢的做皇后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给先生讲讲。喜欢你。谁？喜欢你，从小就喜欢。我问的是你要娶的那2个女人，不许耍滑头，老老实实的告诉先生。我已经告诉太后了，我要娶你。姐姐，皇上还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，宁要美人，不要江山。只是我们成全了皇上，百官恐怕不会成全。姐姐怎么不说话？他们嚷嚷着要哀家让位，让皇上做主天下。皇上的婚事是天下的头等大事，既然这样，那哀家就让皇上自己做自己的主，让他们说去。姐姐，我还是睡不着。姐姐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我困了，等到明天再说吧。哎，不行，再不说我会憋疯的。那你说吧。哎，算了，等我想好怎么办再告诉你吧。朕想和你说件事。皇上，臣已经知道了。您喜欢周儿姑娘，想娶她为后。你怎么知道？青女告诉臣的。太后会答应吗？会。臣已确认，周儿姑娘是太后有意安排与您重逢的。太后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太后希望您娶周儿。为什么？为了将您的羽翼折断。让我爹和王延龄与您联姻，是太后迫不得已送出去的人情。其实她心里并不乐意。为什么？不论您选择谁，都会成为您的一只硬翅膀。太后最怕看到的，就是您的翅膀长硬。那些在朝廷之上要太后还政的忠臣，是您的另一只翅膀。自古皇后出自权贵豪门，您娶一个民间女子做皇后，来母仪天下，您说他们会答应吗？朕娶媳妇是朕的私事。皇上，您没有私事，您身上被蚊子咬一个包，都是国事。你不赞同朕娶周儿吗？臣只是提醒皇上，您不能娶周儿。你是朕的一只翅膀，你也想被折断吗？皇上，太后是真正的博弈高手，她早已想好了后面的路该怎么走。您第一次做主就遭到了百官的反对，这让她继续垂帘，又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。朕不管，朕只要周儿，让她一辈子待在垂帘里好了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
治其国。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。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。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。欲修其身者，嫂嫂，先正其敏儿读书可真用功，以后一定能考上好公民，比三黑有出息。我不稀罕这个，我呀只求这个家平平安安的，人丁兴旺，比啥都重要。嗯。哎，嫂嫂，怎么了？哎，你这药都吃了好几副了，这肚子怎么不见大呀？嫂嫂，不急。什么不急？你们不急，我急。这都过了好几年了。哎，这样吧，明天啊，我带你去烧烧香，求求送子观音。哎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勉儿，你这是在干嘛？夫人，我在读书啊。读书？啊，我在学圣人读书，头悬梁，锥刺股。勉儿，你这么用功，是想考个好公民吧？嗯。头悬梁，锥刺股，就一定能考上好公民吗？还要有天资，不过呢，勉儿天资笨，所以说要更加用功。勉儿，做好学问不是最好的捷径。夫人，什么意思啊？勉儿，你不用这么辛苦，只要你叔叔帮我把事情办妥了，我保你一定飞黄腾达。娘。三黑，我今晚住这儿。嫂嫂明天又要带我去烧香求子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不种种子，观音娘娘也没办法。端午，我在写一个很重要的折子。包家后继有人，难道不重要吗？嫁给你这些年了，你一心扑在公事上，百姓家的一头牲畜，你都操心不尽。难道端午？端午，我是一方父母官，百姓的事情无小事。你是父母官，你也是我男人啊。你知道我担心什么吗？你担心生出的孩子和你一样面黑，黑又怎么样？农夫难道因为黑豆黑就不播种了吗？这个比喻不对。我从小被人当作妖怪，那种滋味只有我自己知道。我不想让我的孩子跟我有一样的经历，这对他不公平。三黑，你来到这世上，却不让我们的孩子来到这世上，这不公平啊！因为不想要孩子，而让人家守活寡，这更不公平啊！不管勉儿能考上功名也罢，考不上功名也罢，这事儿不用您管。我这是为了勉儿好，您为他好，您那是害了他。我不管您找三黑是什么事儿，反正您不能拿他的前程来诱惑他。娘，您别说了，我这怎么就成诱惑他了？夫人，我是为了他好。怎么了？你，嫂嫂，夫人，为何争吵？您问他吧。露出了半边的雨，是圆还是缺？喝过了。
究时空还是慢，初心总是比结果看上去热情大方，真相从来就简单。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宽，不要说江湖爱恨两难，那不要说世道善恶难断。大江东去，只留下了风流人物，千古流传。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宽。